中国的芯片没有戏啊，这个我也讲过了，因为全世界芯片是2000多个不同环节的各种公司联合起来制作的，每一个公司都得有超级牛、超级棒的特长才可能做得到啊。就像这个玻璃，德国蔡司公司出的这个玻璃，全世界只有它出得了光刻机的镜片，只有它做得了高端光刻机镜片。全世界那么多企业花那么多钱，试图能达到蔡司一样德国这家公司水平去做这个芯片，通通做不到，只有它能做到。中国要想做出光刻机的这个镜片，像蔡司一样，像蔡司这种发展程度，还得再走200年。那你就想想，它所有的部件中国做不了，它怎么能自我生产呢？它做不了，明白了吗？做不了。台湾的芯片以上，全世界的芯片都是一大堆企业共同生产的相关的结果，知道吧？共同生产的结果是放在这儿的。近代史政治情况太大了，你想听近代史的什么相关情况？咱们可以讲个相关的细节，比如西路军的细节。其实这个东西很多人都已经讲过了，西路军的细节，对。然后你看看，但是其最后一个结果，你还是只能看到中国共产党撒谎。结果就是你看到整个中国共产党发展的过程，还是能看到共产党发谎。中国共产党最大的特点就是人际关系，人际关系里都是干啥的？就是打棍子、扣帽子、穿小鞋、吹牛逼、拍马屁、阿谀奉承、撒谎。就是中国共产党这个党，它的核心，所有的人能够升和降的最大的核心就是人际关系。除了人际关系以外，中国共产党它所有干的，它的考评标准和它建党这么多年的体系，没有其他任何东西。所以这次习政治局常委，咱们看得见干进来的人也全是人际关系。那么为什么？因为他们永远不用去想为老百姓造福，他永远执政。如果有很强大的在野党，他就不敢搞人际关系，他就拼命要想办法让他的运行的效率变强。因为他在作为执政党的时候，人民不同意，他就下台了，在野党就上台了。但是当他永远执政的时候，没有在野党，他不用担心他下台的时候，他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只干一件事，就是人际关系。所以中国共产党他建党的时候，他就是个本性流氓土匪的党，再加上他核心是搞人际关系，所以他所有流氓土匪、小人那些招数、撒谎的招数都被用在人际关系里。所以在中国的人际关系，就是为什么屠呦呦、为什么袁隆平连个中科院院士都评不上啊，大家就知道了，因为都是人际关系没过关。为什么中国走了这么多，跑到美国，都是美国科学院最牛逼的，都是人际关系不过关。中国整个体制，共产党内部的核心都是个搞人际关系，而且是个靠流氓、小人、骗子啊这种手段干人际关系的党。那这个党领导到现在，走到现在，政治格局一旦缺失，这个党就完全是完蛋了，肯定是完蛋了啊。那么这个党倒掉以后，记住了啊，不会使用人民币，这个已经写了，没有社保，你们所有的社保交的钱通通没有用了，因为新的不管谁执政上来都不可能去认，他不会承担这相关的成本。中国共产党高层的人几乎都会被清算啊，都会被清算。那有人说呢，翟老师，中国共产党内部的人打倒了中共的这些人呢？按照历史规律，打倒了中共这些人，打倒完了，在现实社会中，他一定要有民主制度来建立这个国家。那么民主制度，中国就不一定是现在统一的了，就可能是联邦制。上来的人，最终只要这个人也是中共高层，他将来也摆脱不了被清算的目的，但是是不是他活着能被清算就不一定了。可是即使他明知道自己也会被清算，他还是这波人会忍不住。这历史都看掉，忍不住在关键时刻，因为他们走到今天这个位置，这么一大帮人，利益被习近平践踏到这种程度，他们忍不了，他们的位置就不能让他们当缩头乌龟，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个都是规律，跑不了，没有办法啊。所以呢，最终呢，这清算完的财富会让很多现在在中国底层的人能有更好的这种收入，更好的条件，好吧？其他的东西就不说了啊。我很崇拜毛泽东，我跟大家讲啊，毛泽东，很多人说他妈毛腊肉，你们
都自由，你们骂他随便骂，我也同意，你们骂的对。我喜欢他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主当了一个国家的主席元首，他的生活所控制的自我约束条件还能约束的这么紧，他的这个方面的人性极其值得我佩服。我才混到这么一个屁玩意儿，我都得买点奢侈品，买点好东西我都得让我的生活过得舒服，多找一些漂亮妞什么之类的但是毛泽东能在他这个位置，他的生活的简朴性跟他当时很多下属的官员，比如说跟刘少奇相比，都远远的不如，对，远远的不如。所以呢，我就这一点，我觉得我坐到这个位置上，我做不到他，我绝对做不到他这么这个很多的属性，那我就佩服，挺简单的你们愿意骂他，我也绝对同意，这是大家的自由。咱们在西方，自由和民主是自然的都是正常的情况，好吧？正常的情况所以呢，不一定谁约束谁那今天就讲这么多吧，今天就讲这么多吧那个这个社会不一样开个玩笑，有人说毛泽东玩的妞还少吗？我跟大家说这你们也是，你们知不知道改革开放到今天，包括我在内，中国但凡有点钱的人，谁玩的妞比毛泽东不得多好几倍您晚上去个夜总会，叫10个8个妞一陪你，一下你那数量基数就上去了您去个1年的夜总会，您就够老毛玩3辈子的了。所以呢，你自己现在这个状态，他处在这个位置，这个国家资源都是他的，他也不得选个妃在全国各地方到处跑。你看跟现在中央领导比起来，现在哪一个领导睡的人数少了3位数以上，那都当不了中央领导。你看看那些明星，我今天中午跟人聊天说呢，哪一个不是西山一个电话，你叫杨什么妈你叫王什么妈，西山一个电话就给你调走了，今天陪领导屁都不能放，陪叔父陪好了，对吧？然后回去干你的，一句话都不能往外透露，对吧？中国哪一个女明星但凡长得像样点的没被宠幸过呀就包括人家说了，那怎么办？拍个《红楼梦》12钗，对吧？你别看你嫁给什么国当媳妇儿，对吧？那你也得陪，这12钗全得陪，陪舒服了，一个都不能落，全得陪舒服了，陪好了。对，那么陪好了，陪舒服的，那你自然就挣了钱了。所以人说，哇，翟老师，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林黛玉拍了个片子，一下之后他就那么有钱了，开公司，当年赚了那么多钱。对呀，那陪的肯定是林黛玉，陪的是最好的。你看看他的背景，看看他的家世，你就知道了。这就是中国这就是中国。当然了，原来也跟大家讲过，我接触的电影明星，专门有一期视频跟大家聊。你看我接触过多少电影明星很多人是真的不喜欢，因为电影明星长得丑，长难看，而且带着戏上床，要不然的话，你说我想睡，就谁都能睡了所以呢，就是不要你们看看他们这个条件，再跟老毛比比，那老毛绝对是一个清廉的皇帝，极清廉的皇帝跟现在这些人比比，那都廉洁的无法再廉洁了。所以呢，什么东西都怕比较，好吧？都怕比较不说那么多了不了解这个东西，看我以前的视频吧，我以前视频说的很多了，今天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又听我瞎说了。以前专门讲这个东西，你那洗面奶太 low 了，这么10几20年前就玩洗面奶了，你现在还聊洗面奶，对吧？现在都不玩这个了，什么俄罗斯轮盘呀、善进善出现在谁玩这些烂东西都是几十年前的小破玩意儿不聊这么多了，贾老师也是个老炮，好吧自由民主行了，今天就这样。但是我有一点跟大家说，我一点都不装逼活着装逼是最没劲的是什么人就是什么人，别去装，自己该想什么就是想什么，踏踏实实的活着挺好的，好吧？踏踏实实的活着。我的水平不比很多园区的保安强，真不开玩笑真不比保安强。就是原来我自己有一个保姆在家里面的干活的，在北京她老公是北京一个叫金海国际的保安队的队长，她自己做保姆，然后跟她老公吵架，把她老公胳膊都打折了，跟我讲她老公说一个月不睡个10个8个的都不可能，
说一年都得整个110来个的。后来我一听，哇，那比我厉害太多了。也就是我其实在中国连个保安队的队长都不如啊，这个国家就是这个样子，好吗？啊，其他没有了啊，说点真话挺舒服了，我都是瞎逼逼。听完最后讲这个，让大家一乐，高高兴兴，我就是一个玩笑，大家看我心里一高兴一乐，OK 了。